Tears of Themis。我落地了，和原先的谈判一切顺利，后续应该不用再过去。这段时间有太多目光盯着这件事，你也辛苦了。我回来了。我先去换身衣服。是丰和露营公园那家民宿的邀请函，刚好寄到，我就顺路拿了上来。对，老板说要举办一场秋日风物分享会，似乎是这个季节特有的活动。我们的年假还够用，想去吗？我们一起。欢迎欢迎，两位之前住的还习惯吧？前2次辛苦您招待了，房间非常舒适，附近的风景也很好。
那就好。这次啊，也给你们留了之前的房间，这是钥匙。还有这次活动的宣传册，不过不用担心，活动很简单，好好度假，放松去玩就是了。只要把你们觉得最能代表这个秋天的秋日风物带回来，参加分享会就好哦。对，哪怕是一片落叶、一根草茎都可以。活动期间，我会组织几场分享会，大家轮流上台介绍自己带回来的东西，讲讲他们和这个秋天有什么不解之缘。你是想找些特别的东西？我们可以走远一些，去附近其他地方看一看。也不用走太远。其实度假村里除了枫树，还有很多其他树种。这个季节，松林和板栗树林都很适合逛一逛。河对岸还有一片银杏林，也是很多游客评选出的野餐圣地。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去看看。没错，况且就算大家带回来的都是枫叶，也总不会是同一片。每片叶子也一定都有属于它们的独特之处。看来是我们顾虑的太多了，我们就听老板的，好好度假，放松去玩。对，一切都要看缘分。那就祝你们玩得愉快了，记得来参加分享会啊！不如都去吧。时间很充裕，我们可以慢慢走，走远一些。
速飘落的今夜，如一场灿烂的秋雨，降临我的世界。我也想试试把这一刻装进口袋。是松果。有些动物体型虽小，攻击性却很强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我只是见他把这颗丢在了地上，所以也许是，不过是他先把松果丢下的，也不能怪我去捡吧。他不怕人，或许是度假村里养的。我们可以回去问问老板认不认识他。
琳琳，可是这附近啊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呢。是林旅鼠。去年秋天，他们一家子不知道从哪儿跑进了丰和度假村，就在这安家了。他们平时深居简出，许多游客来了好几次，还特意买了草金想喂他们，却连个影子都见不到呢。没事的，他们不吃坚果，估计只是和你闹着玩罢了。那就收着吧，这颗松果也算是琳琳给我们留下的纪念。可以顺路去园区的服务站买点草茎，就当是给他的赔礼。现在如果想合影留念，他应该也不会跑掉。我们时常对视，但这次似乎有些不同。只一瞬，透过你的眼眸，我看见往后余生，我们将永远在秋天看见彼此，也在彼此身上看见秋天。已经是深秋了，灯芯照亮。好，怎么突然想收集这个？
要收集枫叶的话，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。今天听其他游客说，这片林中有一对几百年的夫妻树，明天要不要去看看？是啊，据说起初种下这2棵树的，就是一对夫妻。刚开始2棵树各长各的，周围人也总是在比较丈夫和妻子谁种的树长得更好。后来发生了洪涝灾害，夫妻2人在灾难中丧生，2棵树也因为根系受损、养分不足而日渐衰微。大家都觉得他们活不久了，却没想到他们一天比一天更靠近对方，最后彼此支撑着，长在了一起。有人说是那对夫妻的情谊寄托在了这2棵树上，才让他们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。这个故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那为了明天能健康顺利的去拜访他们，现在先把头发吹干吧。柿子很甜，是秋天的甜味吗？又或许是因为难得从繁忙的生活中偷来一份只属于我们的安恬。
相互依靠，彼此扶持。哪怕其中一棵树的根系受损，另一棵树也会通过连接处为它输送养分，成为它的根。如今他们已经这样走过100年，早就无法分出你我了。怎么了？那它大概就是最适合我们的秋日风物。大概是因为夫妻树相连的部分，其实是他们彼此摩擦出的伤口。有风的天气里，长时间的摩擦会将树皮的形成层磨破，风停后相触的地方便会愈合相连。大概是吧。我想我们也比之前更亲近了。
下此刻的幸福呢？我想了很久，才收起你捡拾的隐形眼，将它当作书签，加进我的人生。怎么了？有东西要给我看？是礼物？我还以为你也选了晚上想一起看的书或者电影。那我就打开了。你把那片枫叶做成了书签。这样啊，你看到了。是那时候，在大学里。当模特的时候，你睡着了，刚好飘下一片落叶，我就接住了它。当时我其实不是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把它做成书签，可能是被那对情侣的情绪感染了，也可能是想多留下一个念想。
搬到这边之后，我一直把它收在盒子里，总觉得不太好意思让你看见。前段时间休息在家，又刚好赶上秋天，忍不住拿出来看了看，忘了收回去。发现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还会一起度过几十个秋天。像这样的故事，我们还会经历许多，多到一整晚都讲不完。